我记得刚开始我得病的时候，我真的很怕人家看得出我有这方面的病。他们每一个的小孩子都患上了肌肉萎缩症，我就想起我以前的时候，我的心很痛，很酸。I want to be recognized by not just appearance， 可那个感觉啦，其实很特别。我害怕病情继续恶化，我会像影子一样徘徊在别人的命理边缘。我们谈判专家不是奇迹制造者。身为法医，我们为冰冷的证据发声。我是守护者，守护一块土地，一片海洋。我经历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接受它，就是与肌肉萎缩症共存。我是周书明，我之所以会加入演艺圈，是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地方戏曲，然后被他们的表演吸引住了，渐渐的就对表演起了一定的兴趣。2000年的1990年才华横溢出新秀的冠军人物周初明。周初明，真的变化很大，我越变越 handsome 了。谢谢大家。我加入电视台的时候是22岁吧，今年30多年了。2008年心花朵朵开，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医生说我得了小脑萎缩症。这是什么病来的？治得好的吗？到目前还没有更新的办法。我觉得我根本不去演，你没有说你行动缓慢啦，诸如此类，觉得不就是在讲我吗？哇，真的有点害怕。有一位专科医生帮我检验，然后他就说肌肉萎缩症。当下我真的在想，什么叫做肌肉萎缩症？我真的没听过。去上网去看才知道就是肌肉慢慢的萎缩，以至于最后会丧失掉你的生命。身为一个肌肉萎缩症的患者，最大的恐惧就是跌倒，我最怕跌倒，因为我只是我走啊，突然间脚软，也会跟着跌倒。来了，来帮我一下，可以，左边，这边。好像我前阵子上一个 step， 没办法，刚好有一个算小妹妹吧走过，我就寻求帮助。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安哥你的肩膀？我说你应该懂我是谁啊？你看那么久呀，我就是做电视机那个人啊。可以，我明白，就这样上去。不相信我JB的长更大的不是。真的没有骗你。哎呦！那有人说，你为什么没用手杖？因为都没有力啊。你拿了那个，反正可能是你另外一个负担。我记得刚开始我得病的时候，我真的很怕人家看得出我有这方面的病。如果走路一拐这样，所以就会假装拿一个手机假装打电话啦。特别是有人说，为什么你走路那么奇怪的？哇，你就好像有针扎到你的心，你很难去面对。跌倒不只是一个体力上的伤痕，而是也会影响到我的心理的情况，有点伤心，很自卑，很怕
我不懂几时又在跌倒。我是罗淑贤，我今年67岁，我是新加坡肌肉萎缩症的董事和创办人。我在15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肌肉萎缩症，我时常都跌倒，怕的就是有时候在你爬上来的时候会又再跌倒，又再来过。当我起来之后转过身，我才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在看着我。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会上来帮我呢？为什么他们不会当我看我这样的情况，没有人来帮我救我呢？看着我怎么样去爬上来，这是很心痛的事情。当然，我可以有2个选择，一就是在家里不要出门了，或者2就是我一定要出去找出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碰到钉就爬起来吧。我觉得要是越多人看到我们的情况，也许更加多人会接受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 event， 我碰到很多 families， 他们每一个的小孩子都患上了肌肉萎缩症。当我看到他们，我就想起我以前的时候，我的心很痛，很酸，因为这已经过了30年了，30年了都没有改善的事情，我就感觉到 something is wrong. I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有认识几个同意 like-minded people， 主持一个协会来帮助这些朋友。我们就开始接课程了，就是给他们出来做一些好像画画了，找出他们的爱好，找出他们平常时没有做得到的东西 ，camping 啦，去 outing 啊，去做 art class。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小孩子还在上学，或者还没上学，或者有些根本就不要去上学。当我们是肌肉萎缩症协会去主办的话，他们就说来，我们一起学，全部是一起出去。所以很多小孩子就跟我讲说 ，Auntie， 我很开心，因为今天没有人看我。说等他们看谁？看我们，不是看我一个人，是看到我们，说我们的存在是有意思的。当医生在2008年跟我说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没有什么的悲伤了，很奇怪。一直到有一天，看到2个女儿在睡觉，当时一个6岁，一个4岁，我才有一股莫名就是说不出所以然的那个痛跟那个揪在那边，还是这样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可是没有答案呢。你问我的话，我确实是真的在宗教信仰方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有团契了，所有朋友都会互相的分忧，互相的鼓励、扶持。我叫张福玉，我是一名牧师。我认识出名，多过10多年了。出名他得这个病况的时候，当然死亡是一个会想到的情况，相信大家都不想死亡了哈，因为我们的宗教我们是要活了哈。不过更重要的，他更顾虑的是他现在活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活得更加的充实，怎么去帮助其他人，去鼓励其他人。经常呢，他在聚会的时候，他都会分享他的故事了。你可能有病了，好像很惨这样哦。
还能做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就像其他的病友一样，用他们的病情来鼓励我。同样的，我也用我的病情去鼓励别人，去探访别人，说安哥、安迪，不用紧了，我们加油，要乐观 ，We are not alone， 我们一起把这条路走完它，走得美美的，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我拿肌肉萎缩症来讲，并不代表我的人生就完了。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没有演戏了，我下一步怎么照顾好我的家人，就重新再做影视业。我是朱厚仁。我认识出名有30多年了，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情形，仍然能够，他现在呢在做他自己的生意方面，开始呢是开了一个档口，现在呢就从经营一个咖啡店，到2间，到3间，第4间也要来。他每天所要管理的东西大大小小很多。我们会担心他的精神，因为你知道他身体有问题了，担心到有时候也会有点大惊小怪。有时候他反而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让我们知道生活里面是起伏不定的。他是怎样在他这个人生里面遇到挫折，仍然能够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希望改天我脚不能够走的时候，这个精神还在。”人家每次说：“you only live once。”我觉得不是，我们可以活今天，可以活明天，可以活大后天，但是我们死就一次。在你不知道还可以活多久的当中，尽量去享受每一天，把每一天活得好一点。从小孩子到 teenager 到成人，因为孩子他们的情况不同，越来越差，我们就不停地一直调整我们的服务。我们就训练那些 healthcare assistant 去他们的家，帮那个小孩子或者冲凉啦，抱他们上下床啦，去厕所啦，给那些看护者有一个空间给他们去休息。有一个妈妈跟我讲，我至少现在我可以去剪头发了。就说剪头发这么大的事情啊，要我们上门你们才看。是啊，我是24小时看着我的儿子，我怎么样去看剪头发？我的名字是美玲，我孩子的名字是 Isaac， 他今年25岁，他5岁时候我就知道他有这个病，可能最难接受的是遗传是从我来的。如果以前我是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更好不用结婚，不要有孩子。So I live with this guilt 很多年，有时也是有想到，过这样子很难过，更容易死了。So easy, right? Everything. But I was thinking， 我不可以 ，I can't be so selfish, you know. 而我不在了，谁照顾他？是不是？我孩子以前他是很 negative 的人，从小我已经跟他讲了，你的生病是没有药可以治得好，也是短命。有一段时间他也是好像有 depression， 可能12、13岁时候 puberty 的时候，他有 self harm 了，他的眼睛 he will just take his finger to
poke his eye. So there was a point 他是有这样子的 depression 的。So he come from a very negative mindset 啦。So I realized MDAS, I think Sharina 有给我 advice， 我自己父母尽量 try to talk positively to him。那时候我还在马来西亚，他没有朋友。那时候他还没有看过有其他的孩子跟他一模一样的生病，所以他感觉才我自己一个人 ，I'm all alone, so I'm the only one. So when 来到 MDAS， 他看到这样多朋友 ，so it's also through the friends， 他的朋友好像 encourage 他，鼓励他 ，and then in MDAS 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模一样。So he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我心痛，我身体痛，我的朋友也是一模一样。当他们已经在我们协会活动活跃的话，是一种希望。当他们是尽量去完成他们所希望做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做得到。就算是到那个时候他不行了，他都不会感觉到失去了很多机会，他已经很满足。这是 what we say that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活着。In fact， 他们的故事更加鼓励其他的人。我的名字是林恩荣，我今年30岁，我有都市肌肉萎缩症。我叫叶丽欢，我今年39岁。我的视力障碍是很难看得到很小的东西，东西离我多远。我跟丽欢是2年前认识，她好像瞎眼了，不过还可以画，就是还看到一点点，我就觉得很有趣了。以前他是一个有出版过画册的一个绘画家，然后我是一直都很喜欢绘画。我们是 differently abled couple， 因为我看不见，他就帮我看，然后因为他不能动，我就帮他动。以前我的视力比较好的时候，跟平常的画家可能差不多一样，只是我需要的时间会比较多，需要用到放大机。现在他是那个帮我看我在画什么的人，然后我是那个在帮他执行那个他想要我画什么的人，所以我们2个一起互补嘛。我一出生已经有这个病了。我的哥哥也是有，他会了解我是什么，因为他之前也过去。他的故事，他的笑容，他的人了也是鼓励我现在我做的东西了。他大概5年前去世。最大的恐惧就是因为我5年前失去我哥哥，怕我会遇见同样的肺痨。我有一段是有抑郁症，有一段我觉得生活很难，不过我遇见他，就是像了 Destiny Fate 一样啦。我们就开始有讨论一些像未来啊，我们未来的规划啊，要怎么样一起生活啊。因为我们2个有 disability， 我们结婚之后住在一起，要跟我们的父母住附近，我们也一定要需要还有一个工人来帮我们。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了，我有这个时间，有个机会，就要追求我们的梦想。
丽花呢，他不可以完全看到我，他就听我讲话，听我说什么。其实我要被信任的是这些。I want to be recognized by not just appearance， 可能有感觉啦，其实很特别。虽然是说医学上面是讲说恩荣的情况会比一个普通一般的大人寿命会短，但是其实你很难真的是去讲说他的寿命一定会比我短，所以 instead of 想这个的话，倒不如去想一想说每天应该怎么陪伴对方，每天应该怎么去 spend the day fruitfully。